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巫溪的一个大山深处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古镇吧，已经有4000年到5000年的古镇，高峰期大概是10万人，但是现在这个古镇呢已经荒废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变成无人村。今天就来探索一下一个这么好的村落，这么久远的村落为什么会变成无人村。这个古村落是在一条山谷当中，下面还有一条河流。它这里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它古时候的名字叫巫咸国，但是这里并没有巫术，而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基地之一。巫咸国因为自然而兴盛，有一泉流白玉，万里走黄金的说法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在古代我们说的盐是非常重要的，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。在很多时候，盐比黄金还贵重，因为古代产盐技术跟现在产盐技术不可同日而语嘛。那个时候，特别是战乱时期，那个盐是相当宝贵的，所以有时候你在那个时候有钱有黄金都买不到。所以我们看很多电视剧啊，特别明清的电视剧，有个盐商制盐的那个盐商啊，富可敌国，有时候比国库还有钱。这个地方有4、5千年的历史，但是按照资料记载，在那个先秦，就是春秋战国时候，那个秦国的时候，那个制盐基本上就开始兴盛了，一直延续到我们70、80年代。特别是到了明清的时候，成为中国10大盐都之一。说它是那个中国10大盐都之一，那证明它的产盐量是相当之大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可能占了中国乃至四川这一带的盐呢20%的产量。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说的工人运动。大家一般学历史的都知道，工人运动很多人都说是在法国，但是其实不是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在这个地方制盐产盐，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工厂，只是说它这里的工厂呢有很多这种作坊式的，一样需要工人。那么其实最早的那个工人运动是在这个时候的，就是明朝1508年，就是正德皇帝的时候，这里爆发了那个大规模起义，历时5年，当时的起义军达到10万，席卷西南6省，比欧洲最早的工人起义早100年。所以呢，这个应该是世界工人运动之源泉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制盐基地呢，从我们说的4、5千年前一直到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，然后这个地方慢慢会衰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制盐都是手工式的或者作坊式的，然后到了70、80年代，大规模的工业兴起，工业制盐，那么效果和质量都远远比人工好得多得多。所以呢，自然而然就是我们说的变成工业化，那这里慢慢的就淘汰，人呢基本上就慢慢搬迁走了。所以呢，10万人的小镇现在呢基本上就变成无人村，可能就留下一些老人在这里守卫着、镇守着，因为很多老人这是这里的老家嘛，因为他出生长大都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是怎么由来的呢？按照传说资料记载，这个是先秦时代，就是有个猎人，他打猎追逐一只鹿，那鹿呢不见了，在这里看到一个山洞，洞内呢有清泉涌出，他呢口渴就来饮水，但是呢那个水味极咸，知道了这个是盐泉，消息传出，人们便取水熬盐，从此呢这个地方变成了我国早期制盐基地之一。在清朝乾隆年间，有盐灶336座，煎锅108口。这个盐的基地一直到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才慢慢衰落，搬迁走了。那么其实它在中国古代包括近代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的那个产盐呢，供应了呢我们说的那个抗战部队的用啊，就日常食用。是当时日本呢，就是日本鬼子还派飞机来这里轰炸这个制盐基地，但是呢都落空了，就是没有炸到。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崇山峻岭，它这个地方主要是供养那个四川就西南嘛，还有中国大部分的食盐20%，所以这个地方当年想一想，能够供应全国20%的食盐，想一想这个有多少人？所以每天这个时候啊，这里的公路可以这样说，商人来往特别多。我们现在去它那些
厂房或者居住的环境看一下。它这里有很多那种古老的房子啊，还有那些吊脚楼，因为这是临山临河修建的，所以呢有一些吊脚楼，我们去看一看。基本上这些房子啊都是临河而建，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。如果假如说雨季来了，这个涨水了，那个河水飘在这里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这叫生产街，偶尔可能还有1、2个人居住，但是这边都锁住了，就证明没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房子基本上很多都快倒塌了，变成危房，因为人嘛都搬走了。当然，这个地方经过4、5千年，那么很多时候它这个房子呢也没那么久远的，有些是现在建造的。因为整体来讲的话，是上世纪70、80年代慢慢的衰落，人员也是慢慢的迁走。像这个房子，我估计当年这里呢，要不是大户人家，要不这个地方就是一些厂房生产盐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叫做一个古镇，叫做宁长古镇，在那个重庆巫溪县的一个山谷里面，离县城大概17、8公里吧。看看环境，其实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这里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我对自研这个也不太熟悉，有知道的这些都提示一下。这里可能还有人居住吧，1、2个人居住。啊，就这样的，我们就不去里面了，没人在。看看能不能找到当时自研的一些痕迹啊。这些估计应该都是一些居住的房子。这个地方就是盐泉遗址啊，这些盐你看到没有？白泡泡的，就证明里面有盐呐。我们来尝一下。好咸，特别咸的味道，比我们那个海水还咸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说天然的盐泉，大山里面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才能炼盐嘛。我们说海水炼盐没有这个炼盐好啊。可以看到这个水流还是挺大的，所以当年这个地方就是靠这种盐泉炼盐生产盐。当然了，这个有很多工序啊，我们工序不太了解，因为对这个也不太熟悉嘛。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宝贵，只说现在用处不大，这个已经作为一个遗址了。这个地方叫那个龙头啊，为什么叫龙头？看到没有？下面就是一个龙头盐泉遗址。这个地方，大自然无奇不有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存在了，我们说这个地方有4、5千年的历史，但是这个盐泉存在的历史远远不止。